你是中国人，你看现在哪里去，很多人说你是外国人，是不是？但是你是中国，你是西部口的人，你看你的户口是在这边，你家在这边。来自福建莆田的小伙瑞杰娶了个美丽善良的乌克兰女孩，她的中文名叫廖卡佳。卡佳是我见过众多外国媳妇中为数不多最接地气的外国媳妇。他们夫妻俩经历过战争，生死与共，勤劳朴实的她扎根在中国农村，相夫教子。她不矫揉造作，过着朴实无华的生活。更令人为之动容的是，她竟然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中国姓名，并且修改在护照身份信息里。是我第一次看见外国媳妇儿把自己的护照信息改成中国名字。她对中国有着特别浓厚的归宿感，她用心融入这片土地。她把中国式婆媳关系相处成众人心中的典范，他们之间亦师亦友亦母。更为传奇的是，瑞杰和卡佳的婚姻介绍人竟然是乌克兰的丈母娘。卡佳的青春爱情故事在一段神奇美妙的画卷上铺开。那年大学还未毕业的她便被母亲领进了另一个全新的世界，在那里她遇见了他。大家好，我是南风。今天我们一起看看这对幸福的中乌夫妻在中国的真实生活。瑞杰来自福建莆田的一个海边渔村，那里人多地少，土地贫瘠，人们远走他乡做生意谋生。在他们的观念里，想改变家庭的现状，必须得学会做生意。瑞杰从小受着观念熏陶和影响，初中毕业考上了高中，却没有告诉家人在父亲大连的木材厂协助父母，后来被父亲叫去朋友工厂学习业务。那年和乌克兰合作的木材厂出现问题，发来的几批货柜木材都不合格，父亲觉得是时候把瑞杰放出去独立了。那是2015年才20岁的他人生中第一次出国，他和2个只会说莆田话和普通话的叔辈老乡拿着护照、签证和机票，就这样懵懂地踏上异国他乡的土地。在乌克兰，他们验收完木材之后，收购了一家当地的木材工厂。为了把控产品质量，瑞杰被留在乌克兰负责货品管理。被收购的木材工厂是卡佳姑父的，他们保留了工厂的工人。卡佳的父母都在木材厂工作，母亲是厂里的会计。乌克兰民风淳朴，瑞杰和他们相处得很融洽。时间长了，卡佳的母亲就觉得他很勤劳踏实，处事又很沉稳，便心生好感。他心中有个念想，把自己的女儿介绍给他。瑞杰没成想在一起工作的同事会是自己后来的丈母娘。卡佳是家里的独生子女，那年她19岁，在首都基辅上大学。卡佳母亲有心撮合他们，在和女儿通话的过程中经常提及瑞杰。那是2015年夏天，趁着卡佳放假回来，母亲把他带到了工厂，让他们见了面。这是瑞杰和卡佳他们俩第一次见面，虽然彼此语言不通，情窦初开的他们，卡佳看瑞杰的第一眼，心里就认定了眼前的这位中国男生是他将来的另一半，而瑞杰也在那一刻涌动起未曾有过的悸动。当时还有一个温馨的小插曲，在他们聊完天，翻译巧妙地传达了彼此的心意，让他们误以为对方想留下来共进晚餐，品尝瑞杰做的中国菜肴。后来他们才知道，原来是翻译在暗中撮合他们俩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俩感情逐渐升温。恋爱中的卡佳为了见瑞杰，每到周末她迫不及待地从基辅坐车回来约会。老丈人经常调侃瑞杰说，小子你真厉害，把我心爱的宝贝女儿都被你夺走了。转眼间瑞杰来乌克兰1年了，他邀请卡佳一起回国见他父母。卡佳很兴奋，激动地给母亲打电话，然而被母亲当头泼了一瓢凉水。卡佳，我们没有这么多钱让你去中国。在乌克兰人意识里，被邀请并不意味费用由邀请方承担，他们得自己准备费用。瑞杰告诉卡佳不用考虑费用的问题，他母亲犹豫了许久才同意。当卡佳乘坐的航班抵达大连周水子机场，瑞杰的母亲大家伙喜欢叫她阿美英，她是典型的莆田农村传统妇女。瑞杰父亲热情跟卡佳打招呼，阿美英则在一旁默默地打量着卡佳，眼神中透露出几分审视。
阿美英并没有因为卡佳到来刻意改变，生活如常，做的都是家常便饭。卡佳吃的倒是津津有味。她住在工厂平房宿舍，条件很简陋，没有卫生间，不能洗澡，就连暖气也没有。大连的冬天很冷，上厕所还得跑去院子里上公厕。卡佳没有娇气，自始至终没有一句怨言。她原本就是一个善良朴实的女孩，在大连和瑞杰父母一起生活了9天。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，阿美英对卡佳有着全新的认识。看着这个乌克兰女孩善良朴实能吃苦，她很满意这个准儿媳，于是拿出早就准备好的金戒指送给卡佳。卡佳开始有些不解，后来明白了这其中的寓意。她很高兴得到瑞杰父母的认可，回到乌克兰，他们决定准备结婚。卡佳是父母的独生女，瑞杰坦诚地对她说，无论如何，咱们结婚以后要回中国生活。他父母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他们在乌克兰完成婚礼。瑞杰很能理解卡佳父母的心情，卡佳是他们唯一的独生子女。瑞杰答应了卡佳父母的要求。那年卡佳还未大学毕业，他们的婚礼在乌克兰如期举行，婚礼现场简约而不失浪漫。瑞杰的父母也远道而来参加他们俩的婚礼。在一众亲朋好友的祝福声中，他们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同年10月，他们的大儿子出生。2018年又迎来了小女儿。卡佳毅然决然地给2个孩子加入了中国国籍，告诉自己的儿女，你们是中国人。卡佳注重孩子语言文化教育，让孩子说汉语。时间来到2021年，过完春节后，卡佳依依不舍地把2个幼小的儿女留在了国内。他和瑞杰一起回到了乌克兰，夫妻俩做起木材贸易业务。年底准备回国过年时，他们俩买好了回国的机票。然而没几天航班就熔断了，没曾想回国的路竟然那么艰难。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，2022年2月，俄乌冲突爆发，乌克兰陷入了战火之中。他们夫妻俩生平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，战争离他们家几公里之外的地方被导弹袭击。乌克兰的房子有地下室，他们躲在地下室，听见外面连续不断的爆炸声震耳欲聋，让人心惊胆战。后来战争波及的地区越来越多了，很多地方的人都没有了家。卡佳他们家里最多的时候收留了10多个从外地来避难的亲戚朋友。那时候他们真的怕了，卡佳非常想念她在中国的儿女，于是每天都和国内的婆婆打视频电话。有一次她忍不住含泪跟阿美英说，妈妈，万一我的孩子没有了父母，请你们一定要照顾好他们。阿美英通话后辗转未眠，担心儿子儿媳在乌克兰有什么不测，其实很能理解卡佳当时的处境和心情。在那到处充满硝烟的环境里，瑞杰抱着卡佳安抚她说，卡佳不要怕，我是中国人，你要相信我的祖国会保护咱们。瑞杰准备带卡佳父母一起撤离，然而乌克兰有规定，未满60周岁的男性不允许出境。丈母娘不愿和丈夫分离，执意要留下来和老丈人生死与共。她要求瑞杰带卡佳离开乌克兰。在卡佳父母的催促之下，瑞杰和卡佳夫妻俩带着满怀牵挂和不舍，几经辗转来到波兰首都华沙。瑞杰怀着焦急不安的心情拨通了中国使馆电话，在使馆工作人员悉心安排帮助下，他们夫妻俩终于踏上中国撤侨的专机。在航班上，卡佳一在瑞杰的怀中，心情久久不能平复。此刻他们感受到一个国家的强大对国民多么重要。2022年4月，卡佳他们乘坐的专机抵达杭州萧山机场，在南巡隔离了1个月后，卡佳回到了魂牵梦绕的莆田，那里有他日思夜想的儿女。阿美英和2个孩子在家门口等待他们的归来。卡佳看见站在家门口等待他归来的儿女，激动地迈步前去，紧紧地将2孩子拥入怀中。那一刻，经历所有的艰辛和险难都化作了泪水与欢笑。回到家里，卡佳颤抖着手将精心挑选的礼物递给了婆婆阿美英。阿美英说道，你们平安回来就好。那一刻，婆媳之间所有情感交织在一起。他们夫妻俩回到中国，卡佳在莆田农村过着相夫教子的生活。
婆婆阿美英是典型的莆田妇女，勤劳节俭持家，总是闷头干活，不善言谈，更不善于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。然而卡佳则像个活泼的小孩，常常围在阿美英身边叽叽喳喳地说话。时间长了，阿美英也慢慢被她的活泼所感染，开始变得爱说爱笑了。婆媳俩经常斗嘴，卡佳表达情感很直接，抱着阿美英脱口而出：妈妈，我爱你。她跟阿美英说，我就是你的女儿，请求阿美英把她当作女儿一样对待。阿美英被她缠得没办法，学会把我爱你含在嘴边，对卡佳说。卡佳爱学习，自学中文，她觉得自己说的普通话莆田味重，于是她自己购买了汉语学习教材，照着拼音一字一句的自学汉语。她非常喜欢中国的汉字，空闲之余在房间里练起了汉字。她很享受写汉字的时光，在写字的时候心会不由自主地静下来，这种感觉让她觉得很奇妙。古灵精怪的她知道阿美英不认识几个字，于是对阿美英说，我来教你识字。阿美英觉得自己老了，不想学，婆媳俩在相互调侃中斗起嘴来。勤劳质朴的卡佳在阿美英言传身教中学会了很多农活，婆媳俩的身影经常出现在田间地头，卡佳做起农活来得心应手，手脚麻利。炎热的夏天，在地里摘花生就是一整天，她任劳任怨，能吃苦耐劳。阿美英喜欢这个勤劳好学的外国儿媳。有一次，卡佳插红薯秧苗时没插好，被阿美英看见，叫她拽出来重插。调皮的卡佳跟自己在斗气，阿美英看在眼里，调侃她：没事的，你还要跟我学几十年呢，总会学会的。在阿美英心中，早已把卡佳当成自己闺女。有一次，卡佳突发阑尾炎，阿美英看着躺在病床上刚做完手术体弱的卡佳，一个乌克兰女孩不远万里远嫁中国，阿美英心疼的眼角不禁流了泪。被体弱的卡佳看见后安抚她：妈妈别哭，我现在有一点丑，不用担心，我很快就能回家。卡佳最喜欢干的活就是跟婆婆一起去海边摸蛤蜊、海蜂子，干活麻利的她摸得比阿美英还多。卡佳从第一次来中国开始，对中国美食充满了热爱。当初阿美英还担心她嫁来中国下不了厨房，没成想卡佳竟然无缝衔接，在阿美英言传身教中，家常菜她基本上都能自己做了。后来瑞杰父亲在大连的工厂叫阿美英上去帮忙，阿美英去大连之后，卡佳开始承担起独立自主的莆田媳妇儿的角色，把家里的事务和田间地头的农活做得井井有条。她自己耕地种菜，她把菜园子打理得春意盎然。她还在街头买了鸡回来养，很享受在院子里给鸡鸭喂食的时候，自言自语地和它们对话。卡佳过着自给自足的农村生活，期间发生了一件啼笑皆非的事。卡佳挖红薯的时候，无意间挖错了别人的红薯，可把她吓哭了。她哭着叫阿姨带她上门道歉，自己亲自把挖错了的红薯送回老人家里。邻里乡亲看在眼里，大家伙都觉得这个乌克兰女孩品质很好，勤劳又能干。卡佳所在的地方是妈祖诞生地，于是传统习俗比较多。卡佳用心融入当地传统民俗文化，每逢民俗活动，她会早早地准备好祈福的东西，挑着扁担来到村里的寺庙，和一众长辈一起参加民俗活动。卡佳在莆田农村过着岁月静好的生活，她把对乌克兰家乡的思念，对父母和亲人的思念默默地埋藏在心底。在和乌克兰父母视频通话中，父母不经意间提及对战乱之下的乌克兰生活感到渺茫。有一次，卡佳的父亲差点被征去开坦克，幸好父亲身体有伤残。卡佳心里始终惦记着在乌克兰的父母和亲人，愿世界和平安宁，永无战火硝烟。卡佳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安宁，更以她的善良、勤劳和坚韧，她以一个外国媳妇的身份，深深地融入了中国这片土地。她的故事如同一股春风扑面而来，给人带来触动和温存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南风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